冠泰野生动物世界的地理位置在新加坡的北边，离市中心路途遥远，为了避免市区来回奔波，那就来挑战一天玩完4个园区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比。这4个园区分别是飞禽公园、河川生态园、新加坡动物园及夜间野生动物园。按照接驳车的地图来看，我们玩的第一站一定是飞禽公园，不然坐接驳车来来回回超浪费时间。飞禽公园早上9点开门，在 Catip 地铁站搭乘8点半的接驳车，再从下车处走到入口，时间刚刚好。世界各地的鸟类在这里分区展示，而且每个展示区都有分室内和室外。室内展示区里有冷气，在炎热的新加坡真的是太需要了，很多游客到后来都窝在室内展示区吹冷气休息，但这不代表展示的内容不好看，有些可以互动的装置让学习鸟类知识多了些乐趣。等冷气吹饱了，再穿过这个像小热狗的帘子，就可以到室外展示区近距离的接触这些鸟了。我对一般鸟园的印象，除了要躲避鸟大便的攻击外，就是一个臭字，但飞禽公园完全没有臭味，而且走道和栏杆也都很干净，没有鸟大便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5星级的鸟园啊。为了让鸟儿们有在家的感觉，有些造景做得很像悬崖峭壁，这里的鸟不怕人，所以可以近距离观察，还有付费的喂鸟体验，现场不收现金，只能刷卡，可以待到把鸟食喂完为止，也不限制你喂什么鸟。不过鸟蛮重的，需要一点肌耐力啊。看秀也是来这玩的重点之一，猛禽表演早上10点半就有一场，大部分出场的鸟类是属于鹰等级的，大鸟从头上飞过的感觉还不错。这里如果要票选最受欢迎的鸟，那企鹅一定是冠军啦。除了企鹅本身长得可爱，既然是南极来的鸟，企鹅馆就是最消暑的地方。这里还有喂食秀，但企鹅们都爱吃不吃的，大概是平常的伙食太好，都不饿。我们顺着飞禽公园慢慢的走了一圈下来，该看的都看了，大约花了3个小时。这个时数还包括我们躲在室内纳凉的时间哦。从飞禽公园搭乘接驳车的下一站，就是剩下3个园区的终点站。一日游的第2站一定要选择新加坡动物园，因为这里关门的时间比其他2个园区早。动物园的占地很大，还好里面有园游车可以免费搭乘。在这里，狮子、老虎、长颈鹿、河马、犀牛、斑马，这些动物园内的标配都有，还有狮子王里面的碰碰、坏狮子刀疤的跟班、斑鬣狗和一样住在非洲的猎豹。猩猩的种类也不少，有红毛猩猩、人猿、狒狒、猴子。卡通马达加斯加里的朱利安国王，也能看到从澳洲来的袋鼠。这里有些动物可以很近距离的观看，动物也不怕人。但我觉得最值回票价的，就是在爬行动物馆里上演蛇的喂食秀。工作人员拿着一只死老鼠，在蛇的旁边来回引起它的注意。这个蛇吞老鼠的绝活，可是把大家都看傻了呢。小朋友最爱的可爱动物区，下午4点就关门了。在这里能跟羊互动，如果想摸摸兔子，只有固定的时间开放，而且要排队哦。新加坡动物园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很多地方可以纳凉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室外走来走去。我们在这里也待了3个小时，感觉都快中暑啦。河川生态园就在新加坡动物园的隔壁，这个园区不大，而且有参观路线，可以顺着边走边看。需注意的是，河川生态园的秀《河岩物语》最后一场是下午4点半，要看秀必须上网事先预约，开放预约时段为秀前2小时。我们因为不知道要预约，所以完全错过。既然是河川生态园区的规划，也以世界上知名的大江大河为主，例如世界上最长的尼罗河、印度的恒河以及中国的长江等。展示区很像水族馆，连在河边栖息的水鸟都有。不过这个园区让我最不解的就是有熊猫这件事了，是因为四川也有个川字吗？不过生态园最有人气的其实并不是动物，而是它的亚马逊河探索游船体验。如果你买的是4元套票，套票里就包含了船费，可以无限畅游，不然单玩一趟是新币5元。我们一家去玩的时候，被工作人员拜托照顾一位自己来坐船的小弟弟。船虽然要坐升降机上楼，但也不要把它想得太恐怖。
其实就只是悠哉的坐着船看动物而已。这里展示的是在亚马逊跑跳的动物们。下午4点后天气也没那么热了，最后托了这位小弟弟的福，工作人员让我们连做了2趟。后来在出口处遇到小弟弟的妈妈，原来是在照顾小 baby 啊。河川生态园还有一个河底隧道，只是看的不是鱼，而是海獭，非常特别。整个园区悠哉的逛完，大约2小时搞定。既然是夜间动物园，顾名思义就是晚上才会开门。虽然购票时要求你选择入场时间，但事实上不论你预约哪个时段，工作人员说开门就可以进去了。入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预约看秀的时段，预约系统会在开演前2小时开放。我们当天是预约了晚上8点半的场次，因为我们要趁着天还亮的时候赶快去排队坐游园车。游园车是夜间野生动物园最有人气的活动，晚上7点半准时发车。虽然一班车可以容纳很多人，但我们也排了大约20分钟才上车。一天玩下来，有车坐着看动物真不错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有些动物我们白天就打过招呼了，比如说狮子、斑鬣狗。还好还有些没见过的，比方说马来貘、大象。随着天越来越暗，动物都快看不到了。没错，天色越暗，动物们就越不明显。有时候还真搞不清楚到底是没动物还是看不到。这里有2个对比供大家参考一下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这是有手机夜间功能的画面，这是关闭手机夜间功能的画面。所以如果找不到动物，可以用手机试试。从地图上来看，坐完游园车就表示已经逛完3/4的园区了，剩下的1/4可以当夜游走走，会发现一些没见过的动物哟。一日游的最后一场秀，夜晚的精灵动物表演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。晚上的秀就是能有些灯光效果，这可是白天做不出来的呀。当然，动物还是这场秀的重点，尤其是这刺猬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网络上有人建议先看秀再去坐游园车，比较不用排队。我当天看到的状况是人并没有比较少，所以大家自己斟酌咯。我们这次一天挑战4个园区，时间上比我们想象中的悠哉，每个园区各有特色，就算不一天玩完也值得4个都来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